今天和大家聊聊 GPT-4啊，我也是有机会能体验到 GPT-4的，也非常感谢合作平台的大佬啊。如果关于海外的一些账户合租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网页。那我们今天主要来分享 GPT-4的一些不一样，它这边呢是有GPT 3.5 和 GPT 4的两个选项，在这边非常醒目，而且中间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提示语已经取消了，着重的把 Plus 用金色的表示，彰显你的身份。看到闪电了吗？这个 3.5 呢，就是你输入一个问题，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它是要比你免费版的要快很多，而且稳定性高很多。我们简单的问它一些问题，看它一个反应，可以看到噼里啪啦，速度特别快啊！我也没快进，很快的产出结果。那我们把选项调到 GPT-4， 那我们这边同样输入一下，看它的速度，速度就相比之下要慢一些了啊。总体来讲 GPT 3.5 和4的相同数据库的情况下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但是 GPT-4 呢可能更细致一点，都是很微妙的。如果你不想付费的话，免费版其实是足够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当然在速度上和稳定性会有差别，就是动不动老断，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 GPT-4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这块有个设置，点开，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往下，可以开启这两个实验性的功能，一个使用 Bing 的浏览功能，微软已经是OpenAI 的重要的投资方啊，也会享受一些 Bing 搜索相关的一些优势带给到 ChatGPT-4 里头来。然后还有个插件功能，那这两个功能呢就对应在这边。我们先看一下 Bing 的搜索，通过这个 Bing 的浏览问它一些新的问题。对于 VPS 来讲， Linux 6.3 和 6.4 之间有什么差别？如果你不联网的话， GPT 整个数据库它是停留在2021年的9月份，它不会知道这么多新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它这块就出现一个它去寻找的一个过程啊，它会寻找一些网站来给它背书，它根据这些网站里的内容来整合出给你一些回馈。现在用中文的话，它很有可能很难给我们想要的结果。他说他找不到，这个你自己到官网去找，类似于这样的话。当然有的时候呢，它可以像现在这样的，一旦联网了，对于我们的知识吸收时效性会更强。有的时候浏览功能对中文的支持其实不是特别好，我一般是喜欢把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给到它给我回馈英文以后，我用页面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插件功能，然后选择这块就可以选择一些插件。它这个插件市场还在不断的扩容，新的我也没体验过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包括一些财经相关的股票呀、股价呀，大家都可以去问 GPT， 让它给你汇总一些信息。那我们先拿访问链接来做一个演示。插件呢同时可以放3个，在放第4个的时候它会提示，然后它会智能判断我要调用哪一个插件来为我提供信息。因为我也没试过啊，我让它到我的导航站去，然后去这个导航站把云服务器这个模块里的所有的云服务厂商的网址全部提取出来，可以把它当做爬虫。因为我之前看有一个小伙伴是这么演示的，试一下。那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慢的，它已经识别到了我要去网址，成功不成功就要看它了。这时候他已经说了这个不太好拿，可能我还没有了解到他的这个方式方法用的不太理想啊，就翻车了，我可能不太会用。OK， 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方案，就是我让他帮我查一下巴厘岛值得去玩的景点，然后他会去采用相关的插件，他是用的这个插件，然后给我的一些回馈链接的形式给我呈现每一个去处啊，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因为是这一个网站提供的 ChatGPT 的插件，所以它就会在自己的网站里头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相关的数据。ChatGPT 呢会给我们一些罗列啊，这边都是可以交互的。今天的话可能又出了一个新功能，以前的话只有一支笔，笔的话是可以去修改这个名称的。这个垃圾桶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就把它删掉。这个是一个新功能，它可以把你当前跟 ChatGPT 说的一些信息打包出来，然后并且做成一个链接，可以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社交工具。
所以这个其实是真实的 ChatGPT 4能给我带来的一些点。当然现在微软的这个聊天机器人我也已经体验到了，觉没有 ChatGPT 那么得心应手，而且它会有很多限制，比方说今天这个账号只够玩20次，而且它还有字数限制，看到了吗？等等的一些限制让我觉得不实诚。回复的一些内容呢，排版我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依然问跟 GPT 一样的问题，看他怎么回答我。它这边就是没有把它模块化，它是掺杂在语句里的，所以让我看起来也是比较不直观。就有的时候呢，我会让这两者进行一些对比。当然 GPT 呢，我用的还是最顺手的，应该说是没有之一，习惯了。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使用。那我们今天这期走马观花一样的聊了跟没聊一样的这种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